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徐凯大年初9现身香港黄大仙祠，被网友评眉眼和走路姿势当场认出，放弃逛街专程认真排队求签，明星也信玄学超接地气。大年初9的香港黄大仙祠，香火缭绕的人潮里，一个戴着黑色口罩，把帽檐压得很低的年轻男人，正低着头，手指缓慢地捻动着一个红色的竹签筒。周围的游客举着手机，窃窃私语，镜头若有若无地对准他。有人从眉眼和走路的姿态里，当场认出了他是顶流演员徐凯。他不是在逛街，也不是在打卡，他混在长长的队伍里，一步一步往前挪。轮到自己时，便沉浸进去，完成那套摇签、取签的古老仪式。口罩拉到了下巴，眼神低垂，周遭的喧嚣仿佛在这一刻与他无关。他求的是什么？没人知道。事业的前路，情感的归宿，或是仅仅为了一份心安。这个画面被转到网上，瞬间引发了讨论。原来光芒万丈的明星，在新年的门槛前，和香火缭绕里的每一个普通人做着同样的事。黄大仙祠，这座位于九龙竹园村的道教庙宇，是香港毫无争议的香火之首。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1年，但其所供奉的赤松黄大仙信仰，早在东晋时期就已流传。黄初平，这位传说中赤石成阳的仙人，因其普济劝善、有求必应的慈悲心，成为了无数善信的精神寄托。这种有求必应的口碑，经过100年口耳相传，已经深深植根于香港本地文化乃至全球华人的心中。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农历新年期间，从除夕到正月15，黄大仙祠预计接待了近100万人次。仅仅在除夕夜，为了抢插象征开年好运的头炷香，祠外排起的队伍能从竹园道一直延伸到地铁站，预计有2万到4万人涌入。这不是简单的旅游观光，而是一场规模浩大的集体心灵仪式。那么，吸引徐凯和这100万人流的求签，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根据多位访客的攻略分享，流程有着严谨的仪式感。进入祠内，可以在指定地点免费领取9支线香。参拜时，需先向主殿的黄大仙师像敬香，心中默念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具体心愿。之后，到主殿旁的求签区，借用粉红色的签筒。求签的核心原则是一事一签，你必须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一个问题上，双手握住签筒，以适中的力度摇晃，直到有一支竹签自然掉落。如果掉出多支，则需要放回重摇。更有虔诚者，在摇出签后，还会用一对角杯进行掷角确认，只有当掷出一平一凸的胜角时，才代表这支签是神明给予的明确答案。取得签号后，可以扫描现场的二维码在线查看签文，也可以付费请祠内的解签师傅进行解读，费用通常在30到50港币之间。黄大仙灵签共有100支，分为上上签、上级签、中级签、中平签和下下签等多个等级。每一支签都对应着一首4句签诗和一个历史典故，例如姜太公钓鱼、王羲之归故里等。解读时需要结合故事背景和自身处境进行多维度的理解。这远非简单的吉凶判定，而是一套融合了道教哲学、民间智慧与人生隐喻的复杂文本系统。有趣的是，在数字化时代，这套古老的系统也在演变。除了传统的纸质签文和面对面解签，官方和第三方平台提供了电子签文库和 AI 解签服务。这或许意味着，人们寻求指引的渴望亘古不变，只是寻求的方式在与时俱进。让我们回到徐凯的那个瞬间，在无数手机镜头的包围下，
他为何能显得如此沉静？这或许恰恰揭示了求签这一行为在当代的某种核心价值：专注力的短暂回归。在信息爆炸、注意力被无限切割的今天，能够将全部心神集中于摇动签筒这一个简单的动作，集中于内心那个具体的困惑或期盼，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心理体验。它的沉浸无关明星身份，而是一个个体在尝试与纷扰的外部世界进行暂时隔离，与自己进行一场严肃的对话。周围举着手机的游客，象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微观常态，而他的低垂眼神和捻动的手指，则是一种无声的抵抗，或者说是一种对私人仪式神圣性的本能维护。这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话题：为什么是徐凯？为什么是2026年大年初九？或者说，为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答案可能藏在一个共同的处境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明星有事业起伏、口碑危机的焦虑，普通人有职场晋升、经济压力、家庭关系的烦恼，学子有升学考试的迷茫，投资者有市场波动的担忧。在农历新年这个象征着辞旧迎新的时间节点，这种对未知的忐忑会被放大。黄大仙祠的签筒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具象化的心理容器，人们将抽象的焦虑投射进去，通过一套有章可循的仪式，换取一个具象的签文作为回应。无论这个回应是吉是凶，它都提供了一种被看见、被回应的心理慰藉。正如一位在祠内求得上集签的访客所言，签文提醒他心态轻松，财富反而会自然来，这恰好缓解了他近期的职业焦虑。这种寻求指引的行为早已超越了地域。黄大仙信仰随着华人移民的足迹漂洋过海，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纽约和伦敦的唐人街落地生根，成为海外游子连接文化根脉的精神符号。在香港本地，它更是深度融入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不仅是春节，每逢农历初一、15，从清晨开始，祠内便已青烟袅袅，前来上香的中老年人、年轻白领络绎不绝。对他们而言，这并非迷信，而是一种习惯性的生活节奏。一种在高速运转的都市中寻求内心安定和期许的方式。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徐凯视频，还折射出另一个现代性矛盾：私人信仰行为的公共化。在过去，求签问卜是一件极为私密的事，发生在个体与神明之间。但在智能手机无处不在的今天，任何公共场所的行为都可能被记录、传播并置于公众的审视之下。徐凯在黄大仙祠的私人仪式，瞬间变成了一个公共讨论的文化事件。人们讨论他的虔诚，猜测他的心愿，比较他与普通人的异同。这层围观，无形中为古老的仪式叠加了一层新的时代注解。个人的精神寻求，如何在一个高度透明、众生喧哗的社会中安放自身？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徐凯身上移开，扫向黄大仙祠内摩肩接踵的人群，会看到更多元的求问者。有大年初二前来，希望样样都有求的陈先生，有祈求孩子学业进步，入到理想大学的家长，有希望自己事业步步高升的年轻白领，甚至还有来自深圳，坦言自己学习不太好而祈求学业有成的学生。一位荷兰游客 Thomas 则分享了不同的体验。他被一位主动上前讲解道教哲理的道士所打动，认为这是旅程中最棒的体验。这些碎片化的场景拼凑在一起，呈现出一幅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微缩全景。渴望被保佑，渴望被指引，也渴望被理解。祠方为了应对汹涌的人潮，也实施了一系列现代化管理措施。例如，在2026年新春期间，祠内设置了严格的单向参拜路线和人流管制，
为了缩短求签的轮候时间，除了传统的露天求签区，还特别增设了位于凤鸣楼礼堂的室内求签区。这些举措体现的是传统空间对现代大规模人群活动的适应性调整。而太岁元辰殿对当年犯太岁生肖如2026丙午马年属马者，提供凭身份证免费进入的优惠，则是对传统民俗的一种制度化承接。当我们谈论许凯在黄大仙祠求签时，我们表面上在谈论一个明星的趣闻，实际上触碰的是一系列交织的现代命题：个体焦虑与集体仪式，传统文化与数字生存，私人领域与公共围观，专注力的流失与追寻。那只从他签筒中跌出的竹签，上面的号码或许永远是个谜，但比签文结果更值得玩味的是那个球的动作本身。在充满变量的时代洪流中，主动寻求一个锚点，尝试与超越个体的某种秩序或智慧进行连接，这种姿态或许才是许凯以及祠内那近百万善信共同分享的最真实的心灵图景。